西藏，一个令无数人魂牵梦萦、甘愿跨越山海而奔赴的地方。想要自驾到达西藏，G318与 G317是广为人知的经典路线。但就在这两条著名公路中间，还有一条更小众的进藏路线。这条路就是国道 G349。G349沿线不仅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也是唐波古道的重要通道之一。传说格萨尔王和文成公主也都在这条路上留下过美丽的故事。G349虽藏于深闺，但沿线的风光却毫不逊色。高寒的草原、多彩的湖泊、巍峨的雪山、千年的冰川等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能让你尽收眼底。因为游人相对较少，许多地方你甚至可以独享眼前的美丽与壮阔。从本期视频开始，我们将和你一起体验 G349沿线的风土人情。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是从上一期视频的云南德钦沿着 G214出发，所以本次行程将从 G214与 G349的交汇处开始。我们不知道青春有没有售价，但我们想和你一起 G349直达拉萨。嘘，小点声，快上车，大野狗熊要来了。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草原之一的邦达大草原，这里的平均海拔有4200米。我们现在所占的这一块区域的海拔有4300多米。邦达大草原在西藏的昌都市。从上一期视频云南德钦出来之后，我们走了滇藏线，又走了一段318国道。马上就要进入国道349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国道349的第一站邦达大草原。这里是藏东著名的天然牧场，玉曲河如一条灵动的绸带，蜿蜒贯穿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这片生机盎然的美丽草原，一年里真正的绿色只有夏天的3个月，但也正是这短短的3个月，是邦达草原的高光时刻。绿草如毡，柔软而富有生机，各色的花朵星星点点散布着，将草原装点得五彩斑斓。成群的牦牛和骏马悠然自得地在草原上觅食。而一种更灵动可爱的小生命，成功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现在在这个草原的边上，看到了非常多的，我感觉那个东西，小生命应该是叫小田鼠。你看，它们也不怕人，它们就在那儿到处跑呢。这个草原上到处都是这种小小的一个，跟小兔子似的。它在吃那个香蕉皮呢。他把香蕉皮拽走了。不怕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拽过来拽过去。右边一只鸟，左边一只在探着脑袋，这只在想什么呢？这样是打起来了，不许打架，不许打架，打架得让我拍一下。哇，它还能站起来。
它刚刚在叫哎，不知道这相机能不能录到它的声音。这个草原上到处都是这种动物。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是什么鼠呢？它叫？它是老鼠。田鼠吗？是？是田鼠。田鼠啊？差不多吧，好像是。我看好多呀。哎，你看它好多那个东西都在那里跑。有很多这种的。有很多这种的是吗？哦，咱们这边有熊吗？应该有吧，在这边，尤其是有牦牛那些地方。有牦牛那些地方有熊是吗？牧场里面也应该有。哦。大老远我就看到这里有一具尸骨，现在都已经风干了。这是什么动物的尸骨？这是牛的尸骨吧？它的尸体都已经晒干了。它的腿呢？它腿的下半截已经没有了，然后脚也没有了，尾巴也没有了。这周围也没有什么人烟，距离这里最近的乡还要10几20公里。在不远处的山坡上，鹰静静地观察着四周，静待出手的时机。草甸边缘的黄沙里，风卷着草叶掠过尸骨，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它最后的挣扎。这里既是生机盎然的草原，也是生死共演的舞台。朋友们，这个角度是不是超像 Windows 桌面？在历史的长河中，邦达草原曾是著名的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悠悠岁月里，马帮的铃声在这里回荡，不同民族的商人们带着茶叶、丝绸、盐巴等货物，沿着这条古老的通道往来穿梭。今天，邦达草原更是凭借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成为藏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而我们也将驰骋在邦达草原中的349国道上，驶向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郭庆乡。哇，行走的2万块！哇！嗨，2万块！嗨！哇，你这，哎呦，都在看我。你这只牛怎么？你的嘴上带了个什么东西？那是？哎！友友们，我们已经正式踏上了349国道。这个邦达大草原真的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车，感觉走了好久了，但是还没有走出这片大草原。349国道的路边延展了很多小路，比如说我们现在走的这段路，这个路的尽头我感觉应该是通往另外一个村庄。友友们，从349国道一路开过来啊，我们现在在郭庆乡。那在路边有一个非常高的山坡，山坡上呢有一个寺庙，非常的显眼，所以我们现在把车开到寺庙跟前，我们上来看一下这个寺庙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寺庙我网上查了一下啊，它叫查瓦卓玛拉康寺。这个寺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距今已经有将近800-900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这个寺庙的前身是由现在的这个四川、云南还有西藏东部这一块地方的这个藏区的一位有很高修行成就的僧人娘惹色部
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用于闭关修行的场所。那后来到17世纪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在这个基础上建了一个寺庙。这个寺院人数最多的时候能达到500多人。现在它这个位置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位置了，是后来几经迁徙，最终迁到了这个郭庆乡这个附近。我们现在进去参观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可能有一些东西，关于宗教方面的东西了解的并不是很多。这个楼梯都是不同颜色的，有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挺好看的吧？这走哪个颜色有讲究吗？不知道走哪个颜色，我先走这红的吧。这个门口，大家都把鞋子脱在这儿，把帽子挂在这儿，然后就进大门。不过现在里面应该是有人在讲经，所以我们就不进去了，就在门口看一下吧。出来一个小朋友，呵呵。我们本来打算进到寺院里面参观一下，但是发现这个寺院里面好像正在举办什么活动，我感觉好像是在讲经，大家都非常安静的坐在地上听着，所以我们就不进去打扰了，就在门口转一转吧。你好。扎西德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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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德勒。哇，好多人！扎西德勒，哇，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啊！扎西德勒。听见里面是在讲经是吗？哦，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我觉得这种氛围很庄重、很神圣，但是同时又很怎么说，就是又很让我感觉很随和。对。所以咱们这边这个讲经的活动是每天都有的吗？过几天就没有了。啊，过几天就没有了。哦，为什么过几天就没有了？因为讲解也有那个道场。就是也像是我们上学一样，就是讲几天休息几天。哦，原来如此。能冒昧问一下您多大吗？我今年19岁。19岁，好年轻。怪不得好帅啊！不是，好帅啊！我可以拍一下你吗？来一个特写。19岁。哇，19岁，好帅的小哥，真的。其实你笑起来更帅，真的。没有吧？真的。这个是摸上面还是摸下边？就这个。摸这里是吧？哦，好。摸手的地方。哦。用力一点是吧？好。您是哪里来的？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浙江那个听说进货的话很容易。是有那个义乌，对。但是那边也怎么说呢，挺卷的吧，就是。大家都起早贪黑，然后因为便宜，所以价格也会压得比较低一点。质量可以吗？衣服？
衣服质量还是它有一些东西你还是得挑，有的商家会质量比较好，但有的商家就也就差一点。对，你是有打算做电商的这个打算吗？有一点有吧，在这边卖那种货的话还行。你打算卖什么？卖衣服？卖啥都可以，哪个有什么品牌的衣服啥之类的。这边吗？我们这边市场离市场很远。那这边主要的这个消费的人群，就是在就是网上，在网上是吧？咱们等会儿是还要再继续去这个讲，去听讲。对。哦，它这个是持续一整天？有3个时间要休息。哦，有3个时间要休息。就是上午几点钟开始？上午9点的时候开始，到晚上几点结束？6点。哇，那这不就跟上学一样，对吧？哦，差不多。很可惜我听不懂，我要是能听懂的话，我也想进去坐一会儿。刚刚我在拍视频，然后有3个藏族小姐姐叫住我，然后让我帮他们拍几张照片。我发现藏族同胞还是非常喜欢拍照的。我已经在这里不止遇到过1位藏族同胞，让我们帮他拍照片，而且他们对于相机也没有那么抵触，看到相机还会非常的开心。就刚那只在那里的。来，我先给他拍一下。那个再往里面一点，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来，我在哪儿给你拍一个？行，你拿我相机当个道具，可以的，没问题。然后稍微侧一点，不要把自己的脸挡住就好。对，我来一张。现在大家都要拍照了，陆总已经成了寺院摄影师了。哇，帅得很。好，来看我，看这里。哪里？来，1、2、3。我把照片发给刚刚加微信的那个，然后你们找他要，好吧？好，小伙子很帅啊！你今年多大了？14岁了，哇！我感觉你们年纪都好小啊。10几岁吗12岁。12岁，哇！你住在这儿吗？来，给你。就是你看着这个屏幕，你想要拍哪里，然后你就把它固定好，按这个红色的。我的摄影师上线了啊！好，来吧，走。那我们走了。你一喊开始，我们就开始。你要摁下去。你是摄影师，你来控制一切，好吧？好。你一喊开始就开始啊！好，我们走。哇，这里看着很老实。好，谢谢。我来看，在这里，让你看这个，然后从这边看，在这里看，可以吗？可以，相当不错。你有当摄影师的天赋啊！你们是住在这里吗？对。哦，这边这个寺庙是历史比较悠久的，是吧？就比较久远的。哦，我查资料说是有800多年，是吧？放心，那够给的心子上。我们打一下，我们兄弟2个。哎，好嘞，摄影师来给我们拍一个，好不好？哎，来给我帽子摘掉，好。动作，就动作。那边去了吗？去了，就是那边到那是吧？里边我听有人在讲经，然后大家都坐在那边。对，我是听说这里的这个历史非常久远，所以就拍一下。没有什么好看。给他子的。哦，可以去。好，那我去看一下。所以这个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我们待的那个。我们待的。哦，就是你们平时生活在这里是吧？是在这里面。
住在这里边是吧？哦，哎，我们的老师，我们就是老师。你们的老师是吧？我拍个给老师一个。上面嘛，上面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他在那个雪山的那个位置，很帅的。这房子感觉非常有年代感了。这房子也很漂亮啊。哦，我现在准备进寺庙里面去看一下，但是在进去之前呢，一定要把帽子先摘掉。好，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小心小心！哇！这里边的地板都是木质结构的，然后这边的这个柱子也都是木头刷的漆，这个漆刷的相当的漂亮啊，漂不漂亮？漂亮，真的。这边还有一个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就是这样打的，读的时候。哦，是平时是什么时候要打这个？明天。这样。每天？明天打呀？对。哦。这个上面画的都是什么？哎，这个是什么？这个可以拍不？这个也是打的。麻将，同一个啊。这个打，我们老师造的。哦，好，那我出去了。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哇，这个门很漂亮，等会儿我能拍一下这个门不？可以。哇，这个门很漂亮。这个。防冻取水桩，应该是冬天的时候。这是一个水龙头是吧？有水吗？哇，有水！哇，冬天的话它也能正常用的。对，冬天那个这里有线。哦，这里有线，给它加热。对对。哇。然后它就这样。哇，这是一个水井房。哇，这个也是，这也有水。所以这里就是洗衣服是吧？它这里晾的衣服，对，晾在这儿很快就能干了。刷鞋。这个水是山上的水，不是下面那个哦，下面河谷里面有水，抽上来的呀。这个能喝吗？这个水？哦，干净的很。因为我跟陆总都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对佛教的一些禁忌也不太了解，所以我们拍东西之前都得先问一下那个小孩哥，这里能不能拍？修行的僧人。对，都得先问他们一下，这里能不能拍，那里能不能拍。然后我们的很多拍摄其实都是在跟本地修行的那些年轻的僧人，他们会讲汉语，我跟他们交流了之后，然后他们带着我去拍。还给我讲这里是他们住的地方，然后那里是很古老的寺院。对，哎，真的是。我觉得藏族同胞真的非常热情，非常非常热情。这个地方的海拔有4500米左右，所以虽然我没剧烈运动，但是我从底下那个坡上走上来，已经有点开始喘了。在这种高海拔地区、缺氧的地方，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厉害。正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讲经活动似乎也到了中午休息的时间。藏族同胞们对我们的到来格外关注，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热情和善的笑容却胜过千言万语。不知道能否有缘再见，所以要好好道别。您会说汉语吗？哈哈哈，扎西德嘞，你头上戴的那个，
好看那个，好有意思。小心点嘞。拜拜，拜拜，好可爱。拜拜，我们走了。那个就是我们刚刚参观的寺院，寺院上方飞了特别多的乌鸦。我们已经从那个寺院上面下来了，在寺院的山脚下有一片房子，这里应该是居民居住生活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逛一下。这个路边有一个医院，但是这医院怎么锁着门呢？这个是西藏巴素县人民医院郭庆分院。郭庆乡是属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巴素县。这医院修还挺好的，在医院门口停了一个救护车。医院的对面那边就是一条街，这个街应该是连接着每一户人家，我们进去看一看。这个房子修的真不错呢，每一户都有小院子，都有一个铁门把院子锁起来。这个上面还写着号，这是20号。我们刚刚问了其中一户人家，这一条街两边的这些房子都是这个郭庆乡乡民的家，他们住在这个地方。这一栋房子还在出租呢，房屋出租，不知道这里租一套房子多少钱。带院的小房子，我看看，这里应该是没人住了。哦，还不错啊，院子挺大的。这户人家应该也是有院子的，只不过他把院子上方给罩起来了。这里面停了一只马，马的身上还盖了花布呢。其实这一片居民生活区就是中间一条笔直的水泥路，路两边都是坐落着居民的房子，那个房子都是带院子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院子，有些人家还有自己的马厩。上一期在云南德钦的时候，我小看了海拔3、4千米的紫外线，所以拍完那期视频之后，我整个头皮都已经晒红了，碰一下就疼，梳头也疼。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西藏的第一支视频开始，我就全副武装，把陆总之前钓鱼戴的帽子都拿出来了。这帽子，钓鱼佬的帽子有一个好处啊，是它后面有一块布可以盖住脖子，而且帽子的前面也有一块布，这样就可以把脸也挡上，还是非常实用的。手套也戴上了，现在我已经老实了。大家去海拔高的地方，尤其是西藏这一块周围的一些高海拔地区玩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全副武装，不要像我一样都把头皮晒红了，晒伤之后它特别疼。你们好，好，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住在这边吗？对，这个房子是什么时间建的呀？这个了应该好几年吧。
哦，那个大概房子里边有多大呀？就是有3个房子。有3个房间。对，有3个房间。哇，那还挺大的。这个房子里边有厕所吗？还是要出来上厕所？厕所没有嘛？我们这边就是家里肯定不会上的。你们是姐妹？对，哦，那个后边穿白衣服是姐姐。啊，好。我就是来这学会骑这个嘛，我不会，让我姐姐教。哦，这个是充电的是吧？哇，可以。那在这边骑岂不是可以自由驰骋是吧？对。好。本来这边是赛马的。赛马的呀，这边是。这里是赛马，这圈都是赛马的。哦。赛马节是赛马嘛。上次赛马里头，然后其他各个地方都来，就是这上面搭帐篷，然后卖那些什么之类的。那他这边什么时间有那个赛马？大应该过几年再有的。现在这几年1年有一个，这几年已经过完了。1年有一次是吧？对。是每年的几月份？每年的好像是6月份。6月。哇，那不是刚刚过去？现在才7月份。那不是就是上个月才结束是吗？上个月才结束的。这里会有各个地方，比如广州吧呀，各个地方的人都会来这里卖生意的。哦，就是有赛马节，大家就都会来这边去做生意是吗？爱马的那些什么之类，这个全部都没有地方，里都是人。哇，那我岂不是错过了很壮观的盛况？对。哇，那你们是在这边上学？不是，我们2个已经毕业了。哦。这就是其他人，其他在上学，然后那边不是有一个学校吗？啊，对，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建的还不错的一个叫和平学校，是吧？对。那个是我们2个上的，这几天毕业了嘛，然后有2个月的暑假。啊，那是小学还是中学？小学是吧？中学在巴蜀县。中学在巴蜀县，那你们2个月暑假放完9月份就要去巴蜀那边上中学了，是吧？哇，可以。那如果要是去巴蜀那边上中学的话，是不是就要住在那边了？就回来感觉还挺远的。对。就那边有一个赛马，就是今天和明天有8天赛马。有8天的赛马。对，现在应该在赛。我们反正要去那边赛马节，那边卖生意嘛。那你们去卖生意的话，是去卖一些什么？上次我们在这卖了，上次我们在这卖饼子什么之类的，凉粉，然后还有面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来这嘛，然后来这那边搭了帐篷，然后就是卖生意。哦，那能赚多少钱？大概一天？大概赚了好几百吧。哇，好厉害，一天就能赚好几百呀！我们这里的人没有怎么吃过那些嘛，然后我们这边去嘛，然后就觉得生意会很好的嘛，然后去了这边生意非常好。哇，就你们2个人去卖吗？还是跟着家里人？爸爸妈妈，我们就是帮忙之类的。哇，那一天能赚好几百，8天下来也是好几千了，是吧？对。哇，可以，非常有生意头脑。对。刚刚那2个藏族小姑娘跟我们说，这一块地方是赛马场，所以我们也能看到这有一圈都是摆着这种大铁桶，整个围了一大圈，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然后呢，铁桶旁边就是清晰可见的一条路，我感觉应该是赛马的时候马跑过的路。那边有非常多的围了一大圈的铁桶，这就是赛马的跑道。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些五彩斑斓的旗子，这个叫经幡，它也叫风马旗。每一面旗子上都印了佛经或者是佛像等图案。在藏传佛教的文化里面，风吹动经幡就如同在念诵经文，有这个祈福消灾、祈求平安吉祥等寓意。这种经幡常常设置在山口、草原、寺庙附近这些比较开阔的地方，代表着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神灵的敬畏。
蓝天白云下，一只头上戴着白色毛发的牛哥，正趴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呢，真漂亮这个景色。刚刚遇到了一个藏族大哥，跟他简单打了个招呼，本来想跟他聊一聊，但是藏族大哥不太擅长说汉语，我们也不会说藏语，所以意思没沟通到位。有几个人坐在草坪上在聊天，本来想过去跟他们聊一聊，但是语言有点没有办法很顺畅的沟通，所以就放弃了。你住在这儿吗？我住在那里。哦，你们放暑假了对不对？不是，我毕业了。啊，你毕业了，那你要上初中了吗？那我不用上初中了。你自己在这玩吗？我弟弟妹妹去了上学。啊，弟弟妹妹去上学了。那你暑假都干什么呢？玩。我刚刚和那2个女生聊天，她们也是今年刚毕业，然后也要去巴蜀。有2个女生嘛。对，2个女生。哦，是你们同学。你跟她们2个关系好吗？一家人的。我住在这边嘛。你住在这边啊？那你觉得她们长得漂不漂亮？别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好，那我们走了啊，拜拜。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祝你学习进步，身体健康，天天开心。谢谢。拜拜。好，拜拜。这是我们自驾349国道到达的第一个站点郭庆乡。我们在这个乡里简单的逛了一下，接触到的所有的藏族同胞都非常的热情友善。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云南德钦那一期视频里面也有接触过藏族同胞，因为德钦也属于藏区嘛，它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所以那里也生活着非常多的藏族同胞。其实从那一期视频开始，我们就已经能感受到藏族同胞的这种热情，因为他那期视频里面有很多藏族老奶奶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做客拍照，这个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随着我们深入藏区，到达西藏这一块土地上，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藏族同胞，这种感觉日渐加深。关于郭庆乡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网上也检索了一下。据传说，格萨尔王在这里射杀了一头野牛，牛皮展开之后形成了一块大平坝，所以藏语里面就叫这个地方郭庆。那郭在藏语里面是皮子的意思，庆在藏语里面是大的意思，所以合起来就是野牛皮展开形成大平坝，这里就叫郭庆了。友友们，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昌都市的郭庆乡这边扎营了。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半了，我们准备去这个乡上的餐馆吃个晚饭，然后顺便问一下这边老板能不能让我们买点他的这个自来水。因为露营的话，因为需要一些自来水洗漱，藏区这边就是尤其是郭庆乡这个厕所它是旱厕，里面没有水龙头。所以我们先去吃饭吧，走吧。这个地方是郭庆乡人民政府，我们现在要去找个地方吃饭。这个乡特别的小，它就是在这个349国道沿路两侧的几栋房子，不是很大。这个饭店老板刚刚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然后我们在这个饭店的对面啊，这个饭店的路对面，看到有一个院子，不知道这个院子是干什么的。这个院子里面的这些房子建的还都挺好看的呢，都是2层小楼。我们进去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地方呢？
你好，请问这院子里是什么地儿啊？干部住宅房是吧？哇，建得真漂亮，我能进去看一下不？好，谢谢啊。这里面还有这个洗的衣服，我看到了，这里还有一些晾晒的警服，应该是在这附近工作的人。这里有一块篮球场，不过这块篮球场现在已经堆满了建筑材料跟停了车。哇，这边有好多垃圾桶啊，应该没有全都在使用中吧。但是那边的风景真不错啊。刚刚遇到一个路人大哥，他说这个小区里面都是当地的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些干部住在这儿。我感觉如果要考西藏的公务员的话，考到这个地方的话，也有可能会住在这栋楼里。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一个水房一样，这个墙上还写着福州援建。西藏有很多地方都是全国各地的同胞援建的。哇，这里边还有健身的地方。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什么地方啊？这是我们乡政府的。乡政府的是吧？哇，这我能举一下不？我可以举一下不？这是，这个就太重了，这个就算了。我来试这个。哇，这个还可以哦，这个还可以勉强接受。哇。哇，这个地方这不是很重吗？这个我不行，这个真的不是很重啊，这个。哇，那你来。哇，你好强啊，你好厉害！啊，你不要胡闹啊！太厉害，太厉害了！谁当沙包？我当沙包啊！我们今天就是想在这个地方睡在车里，然后咱们这个院儿是可以让我们停一晚。这个院儿是吗？对，我看那个篮球下面还有位置。可以是吧？啊，好，谢谢。啊，行。没事，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停里边会更安静一些嘛。可以。哦，随便。好，谢谢。然后那个我看一下，就是咱们那个里边有一个水箱，是能用的水不？可以。也是可以用的。喝的那个水啊。这个是怎么玩啊？那他们洗衣服的时候，把那个管子扔到那个里面去了，那个这个水呀，对什么，然后就吸走了。就是我们拿它洗个脸什么是可以的吧？可以，我们再喝，那你的脸肯定给洗。哦，行，好，谢谢。学习一下。哦，好，知道了。好，用完后记得再把它关上。好的，行，好，谢谢啊。哇，有点冷。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晚饭，一个黄瓜片炒肉，一个素炒平菇，还有米饭。饿了一天了，终于可以吃点东西了。友友们，大家好！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点半钟了，这边这个天还没有完全暗下去。我们现在所处的海拔位置，现在是4300多米。我们刚刚在这个附近的有个小饭店简单吃了顿饭，一共花了70块钱。这边的这个物价相对于内地来讲，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啊。不过这也能理解，因为这边很多蔬菜水果呀都是要从内地运进来，因为物流成本摆在这儿，所以价格相对也比较贵一点。我肉眼范围内看到的没有几家小饭店，就那好像是唯一一家。那个饭店的老板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大男孩。我们本来想录一下这个我们吃饭的过程，但是那个老板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店比较小，然后装修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有点就是不太好意思，所以我们就尊重了他的意愿，就不把我们吃饭的那个片段剪进去了。跟他沟通之后，只放了我们点的那2道菜，因为我们明天早上想起来吃早餐，就问他明天早上几点开门。这个老板说他明天几点起床就几点开门，大概率可能要到11、12点了，所以我感觉老板也是一个比较佛系随性的年轻人。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块露营了，这个地方是我们下午刚刚逛过的那个干部
和工作人员住的小生活区。今天我们就临时在这儿住一晚了，所以我们等会儿如果要洗漱的话，就去那边那个挂着白色床单的那个位置，那一块就是自来水管。这是一个巨大的牛角，哎，牛角里面原来是空的呀，我以为是实心儿的呢，结果是空的。别说这牛角还挺好看的呢。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区栏杆外的风景。哇，还有几匹马呢？他们不回家吗？那边也有几匹马。这就是我们自驾 G349系列第1集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感谢你的转评赞和订阅关注。在下期第2集的视频里，我们将继续和你一起沿着 G349自驾，探访当地乡镇的小学，发现隐藏在山间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牧民村落，以及人迹罕至的壮美高原湖泊。友友们，人文美景依旧在路上，赶快上车，未来数十天里，一起沿 G349向西出发吧。